前不久，索尼关停了他们家的 Bluepoint 蓝点工作室，我们可能永远也玩不到《血缘诅咒》的高清重制版了。然而，就在我以为这条新闻已经够可惜了，正要提笔开始写文案的时候 ，PlayStation 的老对手 Xbox 这边又猝不及防地宣布了一个更劲爆的大新闻。在微软工作38年后，又作为 CEO 执掌微软 Xbox 部门长达12年的 Phil Spencer 突然宣布退休。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啊，最离谱的是，原本被大家认为肯定会成为 Phil 的继任者的 Xbox 部门总裁 Sarah Bond 竟然在同一天也宣布了自己即将从微软辞职的消息。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既然 Phil 已经退休了 ，Sarah 也辞职了，那 Xbox 部门的 CEO 的大位将会由谁来担任呢？有人可能会想到 Xbox 游戏工作室的总裁 Matt Booty， 但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却让整个社区措手不及。微软居然把这个位置交给了一个在2024年才重新加入微软，之前负责 Core AI 产品线的执行副总裁阿莎沙玛。是的，你没有看错，新 Xbox 或者准确点说应该是 Microsoft Gaming 的掌门人，是一个 AI 背景几乎零游戏行业资历的外来户。不是，哪怕是臭名昭著的 EA， 他们家的 CEO Andrew Wilson 在成为 CEO 之前也是做过游戏制作人的好吗？这一下子就把玩家的疑问瞬间从谁来接班变成了微软这是要干嘛。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一聊这个新上任的 CEO 到底有没有能力让 Xbox 起死回生，以及在这场人事大换血的背后，微软为了自己的 AI 战略究竟是准备如何将 Xbox 改造成它 AI 生态的一个消费端的入口的。大家好，欢迎来到豆频道，我是老九。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尤其是看到新任 CEO 的履历之后，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Phil Spencer 突然顺眼多了。他执掌 Xbox 的这几年，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虎头蛇尾。自从2013年的 E3 Xbox One 灾难性的发布失败之后， Xbox 的品牌形象就已经崩了。时任 CEO Don Matrick 随即卸任，而 Phil Spencer 在当时被任命为 Xbox 部门的负责人。Phil 在上任之后，因为他本身确实有在玩游戏，多多少少还是得到了玩家的信任的。不仅如此，他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说是迅速的扭转了局面，移除体感装置 Kinect 强制捆绑，推出向下兼容等措施，确实多多少少让 Xbox 重获了一些竞争力。然而 Xbox 最近的这几年可以说是事故不断，在游戏这边，先是斥巨资收购了一大批工作室，结果转头就是大规模裁员， Arkane Austin、Tango Gameworks 相继被关闭，后者甚至刚刚凭借 Hi-Fi Rush 拿下年度奖项就惨遭砍掉。与此同时，被寄予厚望的 Redfall 也是口碑扑街，逼社的星空呢，不叫好也不叫座。Avowed 天外世界2这种游戏更是发售即无人问津，花了750多亿美元，经历重重监管阻碍，好不容易才拿下的动视暴雪。微软本以为有了使命召唤这张王牌就能一路躺赢，结果黑色行动器的销量直接哑火。与此同时，第一方内容的持续疲软，加上 Game Pass 一涨再涨的订阅价格，让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盘算这买卖到底是值还是不值。硬件那边就更难看了， Xbox Series X 和 S 的销量一路下滑，连续3个财年硬件营收走低。去年圣诞节的购物季甚至输给了一台主打体感的玩具级游戏机，这情况说出来都嫌丢人。按照正常逻辑啊，销量不好就应该降价促销抢占市场，对不对？微软倒好，反其道而行之，短短3年之内让主机价格一涨再涨。我不清楚这些决策里到底有多少是 Phil 拍板的，但是身为 Xbox 部门的 CEO， 这口锅肯定是要他背的，他肯定是要负责任的。然而都这样了，更讽刺的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面前，微软给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找一个更懂游戏的人来收拾局面，而是把这个位置交给了一个和游戏行业几乎毫无交集的人。阿莎沙玛今年37岁，履历摆出来，说实话，不提游戏行业的话，确实没什么好挑剔的。毕业后在微软的营销部门短暂的工作过，后来在 Meta 担任 VP， 主导过 Messenger 和 Instagram 的产品方向。再后来他又跳槽到 Instacart 出任 COO， 亲手带着公司敲响了 IPO 的钟。最后在2024年重新加入微软，执掌 Core AI 产品的部门。这套履历如果放在现在的科技圈，妥妥的明星选手。但问题是 Xbox 是属于游戏行业的，
玩家们最过不去的坎儿就是他那一张几乎空白的游戏履历。Phil Spencer 好歹是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 Xbox 老人，而这个阿莎连个像样的游戏背景都拿不出来。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上任之后迅速开始立人设，公开分享自己的 Xbox 账号，表示自己也是个游戏玩家。结果这一波操作直接适得其反，眼尖的网友一扒发现问题可不止一个。首先，账号注册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也就是上个月。其次，他账号下多款游戏的成就解锁时间全部集中在了同一天，像 Firewatch 这些以剧情散步为主的行走模拟游戏，全部都在同一天之内达成了100%完成。更夸张的是 Ball Pit 球比伦这个游戏，数据显示他在1周之内游玩了43个小时。网友们当即发出灵魂拷问：一个即将接任微软游戏部门 CEO 的人，在最繁忙的权力交接期哪来的时间1周干了43个小时的？如果这些数据是真的，那他到底是在认真准备接班，还是在上班摸鱼？如果是假的，那背后是谁在帮他刷数据做形象工程呢？社区里流传的最广的一个猜测是，这个账号根本就是微软找人帮他包装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贴上真玩家的标签，转移外界对他零游戏行业背景的注意力。如果说这个猜测是真的，那我只能说这个公关团队的水平也太烂了。我们玩家群体是出了名的眼尖，数据造假这种事情在我们面前根本就藏不住好吗？更要命的是，对于一个本来就对你充满质疑的群体，被你当面撒谎这件事情所激起的愤怒，只会比你什么都不做要来得更猛烈。这个阿莎同时也积极的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互动，试图和玩家拉近距离。然而这又是一场翻车现场，有网友发现他的部分回复漏洞百出，措辞高度格式化，直接被质疑是 AI 代写的回复。这一下又给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的舆论火上浇了油。沉默了整整2天之后，他发文出来解释说，游戏账号是和家人共享的，回复也不是 AI 写的。好，我姑且信你，但真正让我觉得假的是这条回复。有网友在评论区表达希望，说期待新 CEO 上任之后能够带来更多 Xbox 的独占游戏。阿莎的回复是 Hear you， 我们听到了你的反馈。说真的，你骗小孩呢？任何一个对 Xbox 现状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独占这条路 Xbox 已经走不回去了，战略已经定型了，多平台是唯一的出路。微软 CFO Amy Hood 的那条 30% 利润的硬性指标，才是这几年 Xbox 疯狂涨价、大规模裁员背后的真正推手。不上 PC， 不上 PS， 单靠 Xbox 主机的那点体量，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独占更是从何谈起呢？你作为即将接任 Xbox CEO 的人，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而阿莎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要么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清楚独占意味什么，要么就是他很清楚，但选择了一个最没有诚意的方式来敷衍过去。无论哪种情况，都只会让玩家们更加确信这位新 CEO 和游戏行业、游戏玩家之间的隔阂，不只是一张履历表那么简单而已。与此同时，他还在社交媒体上抛出了3个上任承诺 ：Great Games, Back to Xbox, Future of Play。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3条承诺的时候是有点懵逼的。Great Games， 做好游戏，这不是做游戏公司最基本的本职工作吗？这也值得单独拿出来当承诺。还有这个 Future of Play，What do you even mean？ 这话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虽然他在随后的博客长文里对这3点进行了详细阐述，但通篇读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更有意思的是微软的 CEO Satya Nadella 以及 Phil Spencer 还有 Matt Booty 也在同一篇博客里联名发文背书，加上阿莎的那篇，这4篇声明摆在一起，通篇都是那种高度格式化的企业话术，每一句话听起来都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却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没有，就像 AI 写的一样，读完之后脑子里什么都没留下，真的不愧是 Microsoft 啊，名不虚传。不过你要是想明白了，其实也能理解，这些声明压根就不是写给我们玩家看的，它的受众是华尔街的股东。在这种级别的高层人事震荡发生之后，这些布告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让股东放心，让他们知道公司还在正常运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钱是安全的。至于玩家怎么想，
那不在这份稿子的考虑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前 Xbox 总裁塞尔棒的缺席了这篇联名的博客，而他的离职来的也是相当的突然。事后有消息透露，那句广为人知的一切皆是 Xbox 的宣传口径正是出自他的主导。单从微软力推云游戏这一战略方向来看，这个说法本身倒也不是毫无道理。既然游戏可以在任何设备上串流，那一切皆是 Xbox 的逻辑自然成立。然而问题在于，微软同一时期还在高调的宣传他们下一代的主机将会是一台性能强劲的高端硬件，这两套话术体系的并行推进，难免给人一种左右脑互搏的割裂感。更要命的是，这套一切皆是 Xbox 的宣传，很可能恰恰是去年 Xbox 销量进一步下滑的推手之一。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什么都变成了 Xbox， 消费者自然更没有理由去购买 Xbox 了。而且Xbox 的内部员工对 Sarah 也颇有微词，有人形容他极难沟通协作，那套一切皆是 Xbox 的宣传策略，甚至让专注硬件设计的团队感觉到被冒犯和架空。无论如何，这位高管的仓促离场，不过是 Xbox 这几年管理混乱的又一个印证。我现在算是看出来规律了啊！每次当 Xbox 有点起色，微软总会在这个时候进来插一脚，把一切全部都搅黄了。当年 Xbox 360好不容易打出了一片天，结果后续 Xbox One 的 E3 发布会上，微软就猴急的亲手把那台游戏主机包装成了电视盒子，直接把 Xbox 的品牌形象送进了 ICU。后来 Phil Spencer 好不容易把口碑拉了回来，微软又用了一套激进的多平台云游戏战略和没完没了的裁员，把刚刚攒起来的信任一点点消耗了个干净。而现在呢，在这个 Xbox 需要一个真正懂游戏的人来力挽狂澜的关键时刻，微软给出的答案是一个从 AI 部门空降的科技高管。而这件事情最耐人寻味的评价不是来自玩家社区，而是来自 Xbox 的亲生父亲 Seamus Blackley。 当年就是他亲手主导开发了第一台 Xbox 主机。在接受 GameSpeed 的采访时，他对这次人事任命给出了他的判断。他说 Xbox 和很多与核心 AI 业务无关的部门一样，正在被微软慢慢淡出。他们不会直接说出口，但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而阿莎沙玛这个新 CEO 的职责，就像是一名临终关怀的护士，温柔地把 Xbox 送入永恒的长夜。他还打了个比方，你能想象一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交给一个不喜欢看电影的人来管吗？你能想象一家顶级唱片公司交给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现场演出的人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唯一的解释就是微软已经把 Xbox 这个问题看成了一个更抽象的东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Blackley 的言下之意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微软的 CEO Satya Nadella 的世界观里，一切问题都是 AI 问题，游戏当然也不例外。所以管游戏的人不需要是游戏人，而需要是 AI 人。Xbox 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做出让玩家热血沸腾的游戏了，而是如何在微软的 AI 战略版图里找到一个能说得通的位置，或者是找到一个体面收场的方式。如果你把这几年微软在游戏领域的所有动作串联起来，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多平台战略、裁员、涨价、Game Pass、云游戏，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都像是各自的决策，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微软正在把 Xbox 从一个游戏主机品牌悄悄地改造成一个 AI 驱动的游戏内容订阅平台。主机硬件能卖就卖，卖不动就慢慢淡出。第一方独占游戏，太贵太慢，性价比太低。微软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个每月都能稳定扣款的 Game Pass 订阅费用，以及即将依托在这个服务上面的 AI 生态。微软在 AI 上进行了天文数字般的投资，并将 AI 助手嵌入 Office、Windows 的每一条产品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游戏业务看起来与其说是一个增长引擎，不如说是一块等待被 AI 化的遗留资产。而 AI 化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微软去年就推出了 Gaming Copilot 的 Beta 版本，一个内嵌在 Xbox 生态里的 AI 游戏助手，可以帮你追踪游戏进度，提供实时攻略建议，推荐下一款你可能喜欢的游戏，甚至在你卡关的时候主动跳出来给你支招。它的官方定位是你的私人游戏陪练，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好？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东西本质上是什么呢？是 Copilot， 也就是微软自家的 AI 在游戏场景里的一个入口，是微软在用 Xbox 这块牌子为自己的 AI 产品线开辟新的数据采集方式和用户触达的渠道。而且当他把 AI 整合进你已经在使用的服务，比如说游戏，比如说 XGP 时，微软就又可以跟股东吹嘘了呀。
你看我们的 AI 用户又增长了多少多少，快点继续投钱。实际上用户根本没有增加，还是原来那些人，他们在 Win11 上是这么做的，在 Office 上也是这么做的，现在只不过是同样的剧情即将在 Xbox 的身上重演罢了。所以微软想用 Xbox 做什么呢？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不想做游戏，他们想做平台，他们不想卖主机，他们想卖订阅，他们不想培养玩家，他们只想收集数据。Xbox 的这块招牌在微软眼里还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价值已经不再是做出让玩家热爱的游戏了，而是作为微软 AI 生态的一个消费端的入口，继续的存在下去。这一下子不就和这位新上任的 CEO 的专业对上口了吗？人家的履历最擅长的就是把平台做大，而这才是 Xbox 之父那句临终关怀最真实的注脚。Later， 这件事情的影响将远不止 Xbox 自己，竞争是玩家最好的朋友。正因为有了 Xbox 的虎视眈眈，索尼才不得不持续发力，他们才会在 PS3、PS4 世代用一部又一部第一方神作来证明 PlayStation 的价值。而一旦这个制衡消失，索尼会怎么做？我们其实已经看到答案了。本世代 Xbox 的示威让索尼大胆的 all in 服务型游戏，这种赤裸裸的对现有受众的背叛，只可能发生在没有竞争的市场环境里。如果未来 PlayStation 真的在主机市场这块垄断了，那他就再也没有动力去冒险、去创新、去做那些不一定赚钱但能让玩家热血沸腾的游戏了。你是否觉得现在的游戏越来越贵，续集越来越多，重制版越来越多，敢于冒险的新 IP 越来越少了？在我看来，这些可能仅仅只是开始。有人可能会说还有任天堂啊，但任天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它的竞争对象从来就不是索尼。两家公司抢的根本不是同一批玩家，真正能在 3A 主机游戏市场这个维度上和索尼掰手腕的，现阶段只有 Xbox， 而这个对手正在慢慢的退场。Xbox 的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 Xbox 自己的问题，它的衰落最终买单的是我们每一个玩家。Anyways， 欢迎收看这个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有对 Xbox 高层大换血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